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日本的哥斯拉战机雏形出现，它个头呢比 F-22还大。那么这么一款隐身战机能成功吗？据参考消息网8月26日报道，日本的 FX 哥斯拉战机正在成型，日本正在对这款战机呢进行本土研发，预计整个的开发费用高达480亿美元。那么按照美国的做法，480亿美元应该说问题不大。F-22战斗机大概的研发经费就是这个数，但是现在的美元可是贬值了，再加上从过去的历史看，日本研发同类型战机，它的花费往往是美国的几倍。那么它能搞成吗？我们先来看看这款战机有些什么特点。从它的外形看，和美国的 F-22非常相近，但是呢，尺寸要比 F-22相对要大一点，因此呢，获得了哥斯拉的非官方称号。这款战机从外观上虽然看起来跟美国的 F-22差不多，但是它的机载设备可比 F-22要先进，达到了美国 F-35的水平。比如说，它拥有电子化的控制界面，有比较先进的有源相位雷达，以及其他的一些先进传感器。那么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啊，还是相当强悍的。外形既然是参考了 F-22，如果可丁可卯的按照 F-22仿制，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应该是比较小的啊。再加上呢，有美国人帮助，那么谁帮助它呢？就是研发 F-22的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那么双方在隐身战机的研发方面进行合作，就有可能呢加快它的研制进度，因为美国的设计师会把他们的一些设计经验传授给日本的相关研发人员。当然这是要付费的，不是白给的。那么既然这款战机结合了 F-22战斗机和 F-35战斗机的特点，那么一旦研发成功，可以说它的水平达到世界一流。因为我们知道 F-22战斗机的隐身效果非常好，但是机载设备要比 F-35差。那么现在日本的这款哥斯拉飞机把二者的优点结合在一块儿，是否就会超过美国呢？这个恐怕关键的还要看它的动力系统。那么日本有相应的发动机吗？这个恐怕很多人会存疑。它正在积极的开发与美国的 F-22上装备的 F-119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类似的动力装置。据说呢，它的加力推力可以达到16500公斤，这个水平和 F-119应该说差不太多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军用发动机这个领域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比其他国家先进的多。日本过去搞过类似的军用发动机啊，没有，它从来没搞过推力10000公斤以上的军用涡扇发动机，更不要说现在一举把推力提升到了16500公斤。何况它的推动比据说也要达到10的水平，这和美国的 F-119基本上相当了。它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实力吗？过去呢，日本的航空发动机产业开发过小型的甚至是中型的涡扇发动机，而且呢，它还大量的为美国的发动机企业代工生产，比如说叶片呢，或者是机匣的某一部分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生产是一个方面，研发是另外一个方面，而且研发难度更大。这些先进发动机都是拿钱拿时间堆出来的，没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你是很难开发出先进的军用航空发动机的。日本这方面经验不足，但是呢，据说他搞出了最初的核心机，现在正在研制原型机，
这个原型机什么时候能做出来，现在不得而知。美国人会不会帮忙，现在呢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那么，如果美国人愿意帮忙，他搞出一款和 F-22配装的先进动力装置，应该说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哪怕它的战术技术指标达到了美国 F-119的这个水平，它的可靠性恐怕还存疑，因为军用发动机除了性能以外，它的寿命、可靠性也是非常关键的指标。如果你的设计不到位，材料有缺陷，工艺加工存在问题，都会造成这款发动机的难产。美国为了研发先进战机，它在航空动力这方面长期投入大量的资金，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才有可能在军用发动机的这个技术领域呢领先全球。而日本经验不足，特别是设计经验不足，当然加工经验也存在着问题。因此，什么时候能搞出国产的动力系统，这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有没有第二条路选择呢？比如说从美国采购 F-119装在这款战机上。那么现在呢，还没有相应的报道显示美国同意向它出口这种先进的动力系统，因为 F-22战斗机目前是不供出口的，连带着它的发动机也是不供出口的。那么，尽管现在的日本航空企业雄心勃勃，计划呢，2025年能够推出原型机，到2030年的时候呢，可以列装他们国产的隐身战斗机。那么这个计划最终能否实现，我们不得而知，要看日本自己的努力，同时还要看美国的态度。说不定你搞得差不多的时候，美国一指令下，你就得给我下马。那么即使是到2030年，它研制出来了国产的隐身战斗机，但是从最早列装的隐身战斗机 F-22算起，那么已经过去了20到30年。那么在这个时间阶段，军用作战飞机的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说不定到那个时候，一些下一代的隐身战机已经可以问世了。最终，日本的航空产业能否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那么还要看日本的努力，它最终能否成功，我们恐怕还要看美国人的态度。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